是不是也經常這樣？每天早上還沒下床，腦子裡就已經開啟了10幾個會議。昨天說錯的一句話，反覆咀嚼了100遍；還沒發生的壞事，提前演練了200遍。明明什麼體力活都沒幹，卻感覺整個人被人抽空了。無數個漫長的深夜裡，你躺在床上輾轉反側，腦海裡那台機器嗡嗡作響，一刻不停。你在微小的選擇裡死磨硬泡，在一句話的語氣裡反覆揣摩，在沒有結論的假設裡鑽進去，再也出不來。你覺得可能是因為自己太敏感，或者是因為自己責任心太重，但這背後藏着一個極其龐大且完全反直覺的人類心理機制，它比你想象的要深邃得多。如果你也有过這種感覺，你來對地方了。我是 Skyler， 歡迎來到認知空間第一層真相。你以為的深思熟慮，其實是一種心理成癮。過度思考不是因為你聰明，也不是因為你真的對未來負責，它是為了逃避痛苦而產生的一種對控制感幻想的成癮。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觀察發現了一件事：思考往往被我們當成了一種絕缘盾牌，用來隔離真實的身體感受與痛楚。用你的生活來說明，你在工作裡遭遇了重大的挫折，或者剛經歷了一場極其痛苦的分手，你本能的不想去體会那種心碎、羞恥和深深的恐懼，因为那些真實的痛感太難以忍受了。於是，你的大腦開始瘋狂運算，在腦子裡瘋狂分析誰對誰錯，瘋狂羅列未來可能發生的1萬種壞情況。你在用高強度的腦力勞動，去逃避那份沉甸甸的情緒勞作。我們的大腦天生極度厭惡不可控的現實，它企圖通過想象出無數個最壞的情況來獲得一種虛假的準備感。在這個過程中，大腦的高速運轉掩蓋了一切，大腦在瘋狂演算，但你的身體早已陷入了僵死和緊繃的狀態。這根本不是在解決問題，這只是一種思維的空轉。你以為自己在認真思考人生，其實你只是在用思考躲開那個不敢面對的感受。你有沒有也經歷過，在遇到感情或者是夜危機時，一整夜都在腦內冷靜地分析利弊對錯，其實內心深處只是為了不去體會那種即將被拋棄、被否定的真實痛感。這只是第一層，真正讓人想不到的還在後面。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有的時候別人一句無心的話能讓你在心裡氣上整整3天？神經化學的發現給了一個讓人後怕的答案：你所有的暴跳如雷壽命其實都只有短暫的90秒。神經學研究在對情緒的追蹤中發現了一件事：憤怒的生理化學反應在人體內僅僅只能停留90秒的時間。90秒之後，所有還在延續的怒火和痛苦，全都是你在腦海裡給自己火上澆油。用你的生活來說明，你在早高峰的路上，有人極其粗魯地插隊，你的身體瞬間分泌大量的壓力荷爾蒙，心跳加速，血壓急劇升高，雙手冒汗。這就是那生理層面的90秒。90秒過後，這些化學物質本該順着血液自然排出體外，隨之消散，但是你沒有讓它過去。你開始在大腦裡瘋狂編造故事，不斷重播。他憑什麼這麼橫？他是不是覺得我好欺負？我剛才真應該一腳油門頂上去。就這樣，20分鐘過去了，一上午過去了，你依然氣得渾身發抖。你是你自己用一遍又一遍的內心獨白，強行續命了這台情緒警報器。如果你曾經因為一件小事氣憤了很久很久，甚至為此毀掉了一整天的心情，你並不孤單。我們都曾不自覺地淪為自己情緒故事的囚徒。大多數人學到這裡就夠了，但夠了有時才是最大的陷阱。接下來的真相更加顛覆直覺，憤怒其實是個背鍋俠，它只是情緒層面的外包保安，張牙舞爪的出場，僅僅是為了掩護和隔離背後更脆弱的感受。心理學在長期的臨床觀察中發現了一件事：在人類的心理防禦機制中，展現脆弱是極其危險且讓人感到極度不安的，而憤怒卻能讓人瞬間感到充滿虛假的力量感和攻擊性。用你的生活來說明，你最親近的伴侶連續第3次忘記了你們的重要紀念日，你勃然大怒，大聲指責對方自私、冷漠，甚至氣得摔門砸東西。但如果你誠實地往最深處看，在這雷霆般的憤怒之下，到底藏着什麼？藏着的是受傷，是委屈，是恐懼。你其實是在害怕，我是不是對你一點都不重要了？你其實是在悲傷，為什麼？
我沒有被你好好珍惜，但說出我很害怕失去你，顯得太卑微，太脆弱了。所以你的潛意識自願讓憤怒充當代言人，用攻擊來掩飾內心的破碎。有沒有哪一次，你明明心裡委屈得想大哭一場，但面對那個最親近的人時，脫口而出的卻是極其傷人的怒吼與指責？但這裡有一個問題，我還沒說，這件事比你以為的要嚴重得多。為什麼我們的內心總是如此矛盾？為什麼我們總是說一套做一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這位改變了人類思想史的精神分析大師，花了極其漫長的時間才搞清楚他那讓人不安的真實面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在他的深度研究中发現了一件事：人類的自我根本不是一個統一的理性的最高長官，他極其可憐，只是一個為了平衡多方勢力而焦頭爛額的僕人。他必須同時服侍3個嚴厲且毫不妥協的主人：盲目的動物本能、嚴苛的道德約束以及冰冷的外部現實。這就是心理學上極其著名的人格結構理論：本我、自我、超我。我們回到現實生活中，想象現在是深夜11點半，你盯着桌上那一整塊高糖高熱量的奶油蛋糕，你內心深處的衝動在瘋狂尖叫：我要立刻把它全吃掉。這就是你的本我，完全不顧後果的本能慾望。但緊接着，你心裡響起了另一個極其嚴厲的聲音，你在痛罵自己毫無節制，一旦吃下去就會發胖，變醜，是個徹底的失敗者。這是你的超我，代表着道德鞭笞和完美主義。在這震耳欲聾的吵鬧中，那個可憐的自我只能戰戰兢兢地站出來妥協。這樣吧，我們只吃一小口，明天發誓去跑5公里。以從大腦進化的漫長歷程來看，主管生存本能和情緒反應的結構在遠古時代就已經發育得極為完善，它們運行極快，完全佔據着主導權，而主管邏輯、理智和克制的前額葉皮層不僅發育得非常晚，運行速度緩慢，而且極其消耗能量。人類日常經歷的那些讓人疲憊不堪的內耗，本質上就是這3股巨大力量在你大腦裡相互拉扯的結果。當系統處於嚴重失衡的狀態時，心理警報就會轟然作響。說到這裡，有沒有一種奇怪的釋然？不是因為問題解決了，而是因為你終於知道，那份說不清楚的累，不是你意志力太差，是你的大腦每天都在打一場没有裁判的內戰。我們最深的疲憊，從來不是體力的透支，而是內心3個聲音同時開口，卻沒有一個願意退讓。我知道這種感覺，熬夜無意識地刷着手機，一邊因為放縱多巴胺而感到短暫的麻木與爽快，一邊又在心裡瘋狂咒罵自己毫無自制力。你的內心每天都被撕裂成截然不同的兩半。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從本能失衡的角度看這件事，但換一個角度，既然内心如此糾結，很多人覺得，那我就應該不斷向內反思。但向內探索有着一個極其致命的盲區，單純向內看，極易導致抑鬱和徹底失去信心。真正的覺察缺不了外界視角的平衡。知名組織心理學家塔夏·尤里奇在他的深入研究中發現了一件事：那些声稱自己非常了解自己的人，往往只是陷入了無盡的自我陶醉或自我否定。真正的自我觉察必須包含2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既要理解自己的內心狀態，也要清醒地意識到這些狀態是如何影響他人的。這就是他提出的學術概念：內部與外部自我覺察模型。以用你的生活來說明，你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對着鏡子反復練習異常重要的演講，你揣摩着自己的語氣，覺得自己氣場全開，簡直完美無缺，這是你的內部覺察。但當你上台講完，看了錄像回放，或者鼓起勇氣問了台下的朋友，你才震驚地發現自己全程緊張得一直在不停地搓手，聲音都在發抖。如果你不去看這面外部的鏡子，你永遠不知道別人眼裡的你是什麼樣。過度的內在自省會讓我們拿着放大鏡，不斷審視自己的每一個微小弱點，這會導致我們的自我效能感大幅降低，越反思越覺得自己一無是處。而那些能在職場和人際交往中游刃有餘的人，也正是因為掌握了強大的外在覺察能力，他們懂得在複雜的環境中靈活地接收反饋，並迅速調整自己的策略。也許你也有過這樣的時刻，每天深夜都在寫日記，深刻剖析自己的各種性格缺点，結果不僅沒能改变糟糕的人生，反而變得越來越自卑，
甚至連正常的社交聚會都不敢去參加了。接下來我要說的可能會讓你重新看待剛才說的所有事。約翰·弗拉維爾說過一句話，讓我想了很久，我們需要對自身認知過程本身進行認知。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做不好一件事根本不是因為你笨，而是因為你缺乏一種降维打擊的能力。約翰·弗拉維爾，美國著名發展心理學家，他在關於認知發展的研究中發現了一件事：人類的思維極其容易陷入死胡同，要打破這個死胡同，必須跳出思考本身，去審視自己正在進行的思考，識別自己理解上的盲區，並對行為進行徹底的自我調節。他把這個高階的心智能力稱為原認知知識與原認知調節。用你的生活來說明，想象你正在打一款難度極高的动作生存遊戏，你一直用第一人称视角被一群面目猙獰的怪物追着砍，你慌不择路，心跳如雷，滿腦子只有逃命，瀕臨崩潰。突然，你按下一個特殊的按鈕，遊戲畫面瞬間拉高，你變成了那個坐在屏幕外安靜握着手柄的真實玩家。你清清楚楚地看到地图的全局，看到怪物到底在哪個角落，看到最安全的退路在哪裡。你不再是被情緒怪物無情追殺的悲慘角色，你是纵觀全局的控制者。你從局內人到旁觀者的視角切換，就是原認知。當巨大的情緒瞬間升起時，如果能在心裡默數30秒，就能給极其緩慢的理智腦爭取到寶貴的接管時間。這就邁出了情緒管理的第一步，原認知。因去記錄恐懼日記，去進行日常的自我提問，本質上就是把隱秘在黑暗潛意識裡的活動強行拉到明亮的白紙上，強制激活大腦中高階的原認知監控系統。你有沒有也經歷過，在關鍵的面試或者重要的匯報現場，大腦突然像短路一樣一片空白，你徹底被慌亂和巨大的恐懼吞噬，在那一刻你完全忘了自己是誰，忘了接下来该幹什么。然而识破了這一層，並不意味着我們就能輕易過關。千萬警惕，只要懂了就能做到的行動幻覺，懂了那麼多道理卻依然過不好這一生，這是一個極其殘忍的真相。理解道理並不能自動改變你的行為。斯坦福大學著名心理學教授阿爾伯特·班杜拉在他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中發現了一件事：單純的認知輸入並不能直接引發真實的改變。人的行為改變只有在具體的微小行動中不斷積累起我確實能做到的確定感，認知才會隨之進階。這就是它極具影響力的核心理論——社會學習理論，自我調節與自我效能感。用你的生活來說明，你買了100本關於游泳發力原理的專業書籍，你躺在舒適的沙發上，背熟了所有的呼吸節奏和划水角度，你在腦海裡想象自己已經是一個出色的游泳健將了。但這一切都毫無意義，這只要你不親自換上泳衣，走到泳池邊，跳進那冰冷的水裡，狼狽地撲騰幾下，真實地感受到水流的阻力和將你托起的浮力，你就永遠不可能學會游泳。道理是地圖，行動才是双腳。拿着100張地圖站在原地，你依然不知道那條路長什麼樣。在自我調節行為與自我認知之間，存在着一個奇妙的認知行為悖論。不僅是我們的認知在指導着行動，更重要的是，我們真切的行動，也在無時無刻地塑造着認知。這兩者互為因果，缺一不可。面對龐雜而困難的任務時，大腦會本能地產生趨避心理。只有將巨大的任務無情地拆解，從最簡單、最微小的一個具體動作做起，真實的行動才有可能發生。有沒有哪一次，你聽完了一場讓人熱血沸騰的知識講座，當晚就在筆記本上制定了極其完美的人生逆襲規劃，可是第二天早上醒來，你依然無力地躺在床上，麻木地刷了一整天的短視頻。這看起來似乎已經觸及了核心，但更殘酷的真相隱藏在下一步行動裡。觀察那些西裝革履、按部就班上下班的成年人，你會發現一個極其冰冷的歷史與社會現實。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都未能真正成年，年齡的自然增長絕不等於心理的成熟。哈佛大學成人發展心理學家羅伯特·凱根在他的心智進化研究中發現了一件事：如果沒有刻意的日復一日的訓練過高階的自我調節能力，大多數人一輩子都只能處於被環境無情裹挾的被動狀態，終身都无法達到心智進化的最高階段。這就是它的核心概念：自我主導權。用你的生活來說明，想象你正坐在一輛飛馳在漫長公路上的汽車裡，
你理所當然地以為你是這輛車的駕駛員，但如果你低下頭仔細看看那個方向盤，它其實一直緊緊地握在父母沉重的期待裡，握在老闆嚴苛的要求裡，或者握在社會主流眼光的無形枷鎖裡。你根本不是这輛車的司機，你只是一個坐在副駕駛上，一路抱怨風景太差，抱怨車速太慢，毫無反抗能力的絕望乘客，缺乏自我主導權的人。他們的人生就像是一場被動隨波逐流的漂流，只能無奈地讓生命的潮水把他們帶向不可知的深淵。而建立起強大的內部價值基準，意味着你終於能夠有意識地去組織和過濾環境中的繁雜元素，主動拿起筆，書寫只屬於你自己的劇本。我知道這種感覺，明明做着一份長輩眼裡無比體面，同齡人極其羨慕的工作，每個月拿着穩定的薪水，但每當深夜來臨，內心卻覺得極度空虛、迷茫甚至窒息。你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到底熱愛什麼。當我們以為這就是人生的終局時，另一個視角的切入將顛覆這一切。當我們失去了主導權，隨之而來的往往是無盡的挫折。但請記住這個真相，痛苦其實是你價值觀的主觀傑作。除開肉體的直接物理損傷，外界發生的一切事件本質上全都是絕對中性的。文學巨匠米蘭·昆德拉在他那極其深刻的文學與哲學論述中揭示了一件事：除去生理的疼痛之外，你所感受到的所有心理痛苦都是你的價值觀給你帶來的，而非真實存在。這就是關於人類心靈的終極洞察，價值觀對痛苦的詮釋。用你的生活來說明，天陰沉沉的，突然下起了一場瓢泼大雨，这是一場水滴落在地面上的客觀自然現象。你今天本來約了朋友去戶外打球，你看着窗外的大雨，心裡極其煩躁，覺得這雨簡直討厭透頂。但這同樣一場雨落在久旱無雨、土地乾裂的農田裡，老農民看着漫天的大雨滿心歡喜，覺得這是大自然最美妙的恩賜。大雨本身沒有任何情緒，它既不惡毒也不善良，是你們截然不同的訴求和價值觀讓這無辜的水滴變成了痛苦或者是快樂。同樣是遭遇了殘酷的創業失敗，對於把絕對安穩視為人生最高價值的人來說，這是毀滅性的致命打擊，足以讓他一蹶不振。但對於把探索未知視為最高價值的人來說，這不過是一次成本極其昂貴的數據採集。高逆商的人絕不會輕易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他們能夠主動地從巨大的挫折中徹底剝離出個人的受害者情緒，將其冷酷地視為提升自我能力的絕佳訓練場。也許你也有過這樣的時刻，同樣是因為工作失誤被領導在大庭廣眾之下嚴厲批評，同事轉個頭就沒心沒肺的去樓下吃火鍋了，你卻在深夜的被窩裡輾轉反側，痛哭流涕，覺得自己是個毫無價值、被全世界拋棄的廢物。但這還不是最反直覺的部分，最後的真相往往隱藏在最痛的地方。而在20世紀最黑暗、最令人窒息的深淵裡，也就是奧斯威辛集中營冰冷的鐵絲網內，無數人在無休止的飢餓、嚴寒、疾病和隨時降臨的屠殺中徹底精神崩潰，放棄了所有掙扎。但有一位偉大的心理學家卻在這片令人絕望的煉獄廢墟之上發現了一股不可摧毀的驚人力量。著名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在他的不朽巨著《活出生命的意義》中記錄了一件事：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財產、尊嚴，甚至是生命，都可以被外界無情剝奪，唯獨人性最後的自由，在任何極其糟糕的境遇中選擇自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是絕對不能被剝奪的。在外界刺激與個體反應之間存在着一個關鍵的選擇空間。想象在極度擁擠、悶熱的早高峰地鐵上，有人極其粗魯地狠狠踩了你一腳，連一句道歉都沒有。這是外界強加給你的刺激，你的動物本能讓你瞬間氣血上湧，握緊拳頭，想要立刻狠狠地推回去，或者大聲痛罵對方一頓。這是你大腦默認的反應。但就在你準備抬起手，怒火即將噴發的那半秒鐘裡，你突然停住了。你深吸了一口氣，看着對方滿頭大汗、焦急暴躁的臉，你放下了手，輕輕把腳往後挪了半步。就在這停頓的半秒鐘裡，你沒有被本能劫持，這半秒鐘就是你不可戰勝的絕對自由。弗蘭克爾正是憑借着這種信念，在納粹集中營極其冰冷的泥地裡挖掘鐵軌時，強迫自己去想象未來，想象自己正站在一個溫暖明亮的講台上，向無數專注的學生講述心理學的奇蹟。
他將眼前的無盡苦難主動轉化為了生命的尊嚴。通過一次次的深呼吸，通過在情緒上頭時強行回歸身體的物理感覺，我們可以人為的無限放大這個微小的空間，從环境的提线木偶變成掌控命運的絕對玩家。你有沒有也經歷過，在被生活按在地上無情摩擦，覺得萬念俱灰的時刻，心底最深處卻突然升起了一股極其微弱但堅韌無比的力量。就算整個世界都爛透了，我依然有絕对的權利決定今天以什麼樣的姿態走出門。所以請你停下對自己的無情鞭笞吧。你不是一個被生活折磨的失敗者，你只是一個尚未喚醒原認知，暫時被困在生存本能裡的沉睡玩家。現在是時候拿回你的控制權了。在這個越來越嘈雜的世界裡，選擇停下來認真想清楚一件事的人比你以為的要多得多。他們不聲張，不表演，在寂靜中默默重塑自己的心智，但他們真實存在，而你現在也是其中之一。這裡是 Skylar 的認知空間，一個允許你慢下來，允許你不確定，允許你重新想清楚的地方。在評論區悄悄告訴我，今天哪句話讓你停下來想了一下。今天我們看清楚了內耗與情緒的虛幻本質，但還有一件更難面對的事，當我們真正奪回大腦的控制權後，我們該如何重建那些被內耗摧毀的真實關係？這個問題，我們下期繼續。